爆发力的带，哇！转身高扫 ，has to do where he slips that corner。你敢想象吗？一个270斤的胖子竟然将灵活属性直接拉满，不仅打得了拳，卖得了萌，就连高难度的空翻也不在话下。当初练习武术只是为了单纯的减肥，可结果却在变胖的路上做强做大。当所有拳手都在打破脑袋想着怎么编写人设，如何让观众记住自己时，但在这个胖胖的字典里压根就不存在编写这2个字。独一无二的庆祝方式，过目不忘的巨瘦身材，人家只是想单纯的耍个帅，就能成为全场最靓的仔。人设那些先放在一边，主要想让大家见识见识最灵活胖子的天花板究竟如何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就一起聊一聊真人版的功夫熊猫，被称为抱抱熊的克里斯·巴内特。1986年6月，巴内特出生于西班牙，他的父亲曾是美国的空军上尉，所以在巴内特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一家搬到了美国。除了上尉的身份之外，巴内特的父亲和母亲都曾是跆拳道的黑带高手。小时候的巴内特不仅食量异于常人，就连体重也是碾压同龄人。父母一看就急了，我们好歹也是武术世家，那就给小家伙安排点训练吧，控制体重还是 so easy。于是5岁的小巴内特就跟着父母进入到训练馆，而跆拳道这项运动也将会伴随巴内特的一生。而遗憾的是，巴内特的超重身材并没有因为这项运动而得到控制。在巴内特读大学时期，他那双无比粗壮的大象腿已经练到了指哪儿打哪儿的境界，不仅身法风骚，腿法飘逸，还顺便拿到了跆拳道黑带。于是本着无敌寂寞的巴内特又在大学期间玩起了摔跤，没过多久就能参加一些校园举办的各种摔跤比赛，甚至还拿到了一些奖学金。在一次比赛过后，巴内特的表现让人过目不忘，并收到了综合格斗的试练邀请。但当巴内特走进训练馆，同时去训练的同学都笑了。功夫熊猫一样的身材，就他也想打综合格斗。没错，那时候的巴内特175公分的身高，但体重却干到了300磅。在所有人的潜意识里，对巴内特的印象只有2个字：笨重。但是在随后的训练中，巴内特超重量级的身材却有着轻量级的敏捷性。当时嘲笑了他的同学们，在见到巴内特的灵活后，也刷新了对胖子的刻板印象。2009年4月，23岁的巴内特被赛事签约，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。这场比赛中的巴内特那真是既风骚又惊艳，转身后踹龙卷风踢，对手说裁判我想笑，他就一招飞踢让对手闭嘴，把这些年学到的技术，什么摔跤什么跆拳道，毫不留情地朝着对手丢去。最终巴内特以判定的方式赢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比赛。4个月之后，巴内特再次登上擂台，对手也直接提升了难度，丹尼尔·佩雷斯。此时的他可以说是春风得意，因为就在这场比赛之前，他已经连赢了3场比赛，所以眼前的新手小胖胖他也是完全没有放在眼里。但是在格斗擂台，连胜纪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。巴内特看准时机后，一记后手拳直接抡翻了对手，紧跟着像一头黑熊瞬间扑向了倒地的猎物，一拳又一拳的直到比赛结束。喜极而泣的巴内特一路小跑，紧跟着一个前空翻，嘚儿的一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至此，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诞生了。这和其他选手的空翻不一样，有人用脚着地，有人用脸着地，而这家伙就是用屁股。或许只有这样才是人体力学中最科学的减震方式吧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没有系统学习巴西柔术，难道他就不怕被降服吗？大哥，你问这个问题之前也得看一看这家伙有没有脖子。没有脖子的巴内特基本已经可以说是跳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了。刚出道的巴内特不仅输出能力强悍，纯肉出装也超级抗揍。像这种既分高下也决生死的换拳，这位小胖胖也根本没在怕。他就像一阵黑色旋风，快速打出了5场全胜的战绩。但就在这位小胖胖春风得意、走路带风的时候，一位退役老兵的突然出现，却给了巴内特当头一棒。由于身高臂展劣势，他的华丽转身踢和近距离对轰拼拳都因为距离而鞭长莫及。长时间的体能消耗，巴内特累了，摔跤也没劲儿了。最终双方打满全场，巴内特以判定的方式输掉了比赛。生涯的首个5连胜也在此战被瞬间摧毁。既然不能赢下比赛，那就让所有观众记住我无比风骚的销魂5步吧。经过短短2个月的调整，这只黑旋风再次杀回擂台。首回合的较量当中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，当观众都以为胖命休矣时，他却一个转身后起死回生，最终用数不尽的小拳拳战胜了对手，锁定了胜局。接下来又战胜了未来的 UFC 选手沃尔特·哈里斯。2011年4月，巴内特因个人因素和之前的赛事终止了合同，长达3年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，也让他的身材更加膨胀。
2014年，巴内特签于岛屿战斗，但却只能参加超重量级比赛。或许是这个量级实在缺人，巴内特仅用了2场比赛就登上了超重量级的冠军宝座。但是在打过一场卫冕战之后，就主动放弃了冠军腰带，把事业的重心放到了日本。独一无二的风格，打得了架，卖得了萌。日本的首秀比赛当中，还差点被对手嘎了腰子，但对手却万万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个黑胖子却有着轻量级的反应速度。只见光头壮汉前手掏后手勾，巴内特用最微小的闪躲躲过了对手最重的拳头，同时右手导弹完成发射。这一击也让对手彻底懵逼，连跪带爬再无回天之力。Coming in。在日本拿下一血之后，他又遇到了新对手铃川真一。虽然都是重量级的选手，但巴内特却有着超重量级的底子，对手在他面前完全不像是一个年级。一套组合拳猛攻就让对手无力招架，随后一个抱摔带入到地面，空中挥舞的双拳就像是李逵手中的双板斧。我说这是美版李逵，应该没有人反驳吧。接下来这场比赛更加奠定了巴内特在日本拳迷心中的地位。首回合开场就是一记神龙摆尾，随后在对手进攻的空当，巴内特踢出一腿中段扫踢，还没等对手反应过来，再补上一招转身后踹，这一腿直接爆炒猪肝。对手在剧痛之下也只能投降认输，结束比赛。日本拳迷都惊呆了，胖子我们见过不少，但是这么灵活的胖子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。眼看着巴内特在日本的人气快速飙升，曾经的老对手铃川真一在输给巴内特之后，回到家里那是1万个不服，随后便发起挑战前来复仇。但血脉和体型的压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真实存在，对手一心想要当沙袋，亲戚朋友也完全拦不住了。2017年4月，巴内特转战韩国，签约了路德 FC 赛事，但是这个决定也让巴内特追悔莫及。首场比赛当中对上了韩国选手玄万明，这位3胜3负的无名小将却给巴内特生动了上了一课。首回合的比赛当中，对手一记重拳直奔面门，巴内特的眼睛皮开肉绽，裁判只能叫停了比赛。巴内特的韩国首秀遗憾收场。由于这次意外事件，赛事方也在4个月后为双方安排了2番对决。巴内特的身体重量足足超出了对手40磅，但是这些也没能成为他的免死金牌。虽然2次输给了韩国选手，但巴内特的厄运还并未结束。在回到美国的一场比赛中，巴内特在开场几秒就打出了一记超级重拳，非但没有终结对手，反而激发了对手的斗志。双方从抱摔防摔转变了近身缠斗，但对手冷不丁的一招死亡之肘，却让这头黑色野兽当场昏迷不醒。出道整整8年时间，第一次尝到了3场连败。为了重振旗鼓，找回自信，巴内特再次回到了路德 FC。没错，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。而这次遇到了对手，不仅虎背熊腰、人高马大，更重要的是，这家伙还是个情种。在赛前的发布会上，他不仅送花给举牌女郎，还说如果自己赢了，姑娘就要给他当个老婆。这哪里是表白，分明就是癞蛤蟆的趁火打劫。但是到了比赛的当天，巴内特却并没有打算成人之美，一顿乱拳轰了对手找不着北。台下的举牌姑娘更是紧张的眉头紧锁，直到巴内特提出转身后踹，对手捂着腰子输掉比赛时，刚才紧张兮兮的姑娘才松了一口气，开心的笑了，甚至还上台为巴内特颁奖。壮士，小女子感谢救命之恩。严重了，姑娘啊，对付恶霸，俺铁牛是见一个揍一个。这样吧，姑娘，俺给你跳个舞，压压惊。你看，姑娘，这样，我还会这样啊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几天没洗脚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，踏入 UFC 这种终极殿堂是大多数选手奋斗的目标。2021年的一天，巴内特终于被 UFC 召唤，进入到更大的舞台之后，这位小胖胖也彻底放飞了自我。比赛中360度旋转之后，一招神龙摆尾终结了对手。这种重量级很少看到的招式，却被1.75米的巴内特用最不可能的方式演绎到极致。再到今年9月，他对上了杰克·科利尔，一开局就被对手的重拳轰倒，丧心病狂的对手已经是杀红了眼，数不尽的拳肘连击，朝着败相已露的巴内特就是一顿不顾死活的疯狂输出，没攻开掠，血流不止，甚至是被对手按在地上，试过砸拳，试过裸脚，但都无法摧毁巴内特的斗志。对手在一波消耗过后，也逐渐放慢了进攻的节奏，巴内特看准时机，精准的后手拳出击，就像是一发超级导弹。接下来就该轮到小胖胖表演了。只见他重操旧业，提起了板斧，那是菜刀劈电线，一路火花带闪电。再次防摔反制之后，他快速占据了上围优势，用那双冰冷无情的拳头彻底逆天翻盘，终结了比赛。
但获胜后的巴内特尽管已经被打烂了眉弓，但只要还有一丁点力气，就能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或许这个黑小胖不是重量级最强的拳手，但他总能给观众带来欢乐。如果你以后遇到他的比赛，请多加留意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格斗比赛打成喜剧。关注格斗大视野，格斗比赛也可以如此有趣。